Hello，大家好。如果你还没有用过 CME Copilot，你一定要试试看这个用过就回不去的会议 AI 功能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，经常有这样一封信件寄到你的信箱，它前面是3个 emoji，后面是会议的名称。这是我们专门给 CME 的用户设计的另外一种 Agentic AI 会议助理。那基本上你看到这个信件之后，可以点击进去。那它是一个在开完会后会寄给你一封的 follow up 信件。在这个信件里面呢，你就可以问到这个 CME Copilot，让他去做一些事情。比如说，我今天刚刚开完这一个会议，那它这个里面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去回复，请 Copilot 帮你做好多事情。一般来说，客户看完会议之后，我会写一封follow up 的信件给他，或者是跟他说几个要做的待办事项跟下一步。那在这个 Copilot 信件，我就可以直接跟他说，帮我总结一下，然后呢，帮我把待办事项要整理出来。那直接按回复信件。CME Copilot 它收到这个需求之后呢，就会帮你工作。当我再刷新一次之后，我已经收到这封信件了，那你就会看到，它已经帮我整理好了这一个会议的简单的总结，然后以及下一步待办事项，谁要做哪些事情，通通都已经列在上面了，非常的方便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就可以再继续追问啊，就是现在我下一步要做哪些事情？那甚至是帮我去拟定一份所谓的工作的说明书 SOW，去让我可以更快的给到我的客户下一步的内容。好，那这个做法的好处就是我所有的资讯呢都保留在我的信箱里面，我不用再去复制贴上到其他的大型语言模型，像是 ChatGPT、Gemini 或是 Cloud 这样子的工具里面哦，我就可以很直接的用下达指令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其实已经收到他帮我把这些东西拟定出来了，所以呢，看一下这个信件哦，我已经收到了，就是他已经帮我拟定好接下来要做哪些事，以及所谓的 SOW 的结构会是什么。那基本上我已经把这个初阶的工作已经全部做完了。那其实我们用中文也是可以的哦，任何语言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你不想要写任何 prompt 的话呢，我们其实在第一封信件里面的这个模板，其实都已经帮你做了非常好的一个范例，这是根据你的会议内容去给你做推荐的哦，所以你可以直接看到喜欢就直接使用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也可以跟这个 CMeet 的 File Upload 档案上传可以同时使用做一个联动。那比方说我现在登录到后台里面了，那我选择好之后，在我的工作区域里面，那因为像我们 CISO AI 的团队，我们是在不同的时区工作的，所以我们会做这样很多的影片。那像我现在打开我的文件夹，我前阵子已经做了很多这样的影片说明哦。我这时候只要把这个影片呢确认好，然后我把它上传到我的工作区域里面之后，它就可以直接开始帮我做转录。我就直接把它从我的电脑的桌面直接帮我拖移到这个网页里面，它自己就会开始上传了。你可以看到上传的进度条，然后选择你需要的语言。那我现在这边选台湾的繁体中文，那它是一个中文跟跟英文混合的模型哦。那我把它按确认之后，它就已经在上传了，上传成功，开始进行转录。好，那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不同的影片呢，我可以同步做好几个，一样是把它拖进来之后呢，选择我需要的模型，然后直接按开始，它上传。那它这个时候2个档案就会开始跑了，那不用担心它会同步把这件事情处理完，所以你这个时候去离开这个 CME 的后台是没有问题的。你点击进去之后，还是可以看到它正在转录的一个显示。当它转录成功之后呢，你其实就会在你的信箱收到一个这样子的 Copilot 的信件，跟你线上会议开完会一模一样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可以回到我信箱里面来处理这件事情哦。那我现在已经收到2个不同的信件，都是已经处理好帮我转录了。那因为是选的繁体中文，它给我是繁体中文的这个 prompt，我可以看到喜欢的，然后直接复制。那像我想要把这个会议呢，它是属于工程团队要处理的事情的，那我就复制了这个帮我处理 Sprint 啊跟 Ticket 的这一个 prompt，我直接贴进来。那因为我常会在上面直接建立一个 GitHub ticket 的方式来做处理哦。那我直接请 Copilot 帮我去拟定这个 ticket 要写的东西。好，那我再回来这个信件之后呢，我再可以下达另外一个指令哦。那第二个的话呢，我就是把这个教学的文件啊，然后帮我去做成一个中英文的一个更进阶的处理。
好，那我们回到上一个第一个所谓的 ticket 的这一个会议记录。好，他已经帮我整理好了，我其实可以再让他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把所有的这个 ticket 的内容啊，把它变成一个 markdown，然后让我可以更快速的去建立 GitHub 上面的 ticket。好，我现在一样是回复出去了，然后再刷新一次，我就会看到，哎，他已经帮我做完了。那我这时候可以把这个 ticket 的内容全部复制下来，然后我进到我的 GitHub 里面呢。那我现在新增这个 ticket，那我来输入一下我现在写这个 new ticket on channel view，然后去创建一个新的 ticket。好，我打开这个项目，然后我按编辑，你可以直接贴上刚刚的这个 markdown，然后我按一下预览。好，这已经是完整的可以帮我写完了。好，这个时候我就只要把它建立好呢，其实我就可以把它很快速的就把这件事情做完。所以基本上呢，会议结束之后，你可以透过这个 CME Copilot 的 workflow，那可以很快速的把事情在5到10分钟内把事情做完结束。那这个是一个今天来示范怎么去应用 CME Copilot 来帮你把工作的流程做得更完善的一个方法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你还可以去用这个东西去管理各种不同的会议功能，那不需要再去 ChatGPT 啊，不需要再去 Gemini， 就直接在你的信箱里面可以直接跟 CME Copilot 直接对话，下达指令，并且把事情完成80%。这个就是 CME Copilot 的使用场景。希望我的分享呢能够对你有帮助，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快速的上手 CME Copilot 的功能。今天的分享都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